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关注了爱马仕这么久，你是不是也对手握给包大权的 SA 群体感到好奇过呢？那 SA 分为哪几种？他们鼓励配货的套路是怎么样的？什么样的 SA 需要避坑？当爱马仕的 SA 真的可以拿到超高薪吗？那这些年来，小马也算跟不少爱马仕的 SA 打过交道，从聊天中和亲身经历中也捕捉过不少信息。那这一期呢，我总结出了几个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小话题，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参考。那第一个话题呢，就是 SA 有哪几种类型？首先呢，慢慢买包路的第一步，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 SA， 零配货就能拿到包的天使 SA， 咱们就不用说了，那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那我所见过的 SA 主要还是分为两个类型，那第一个类型是海王型，第二个类型是成长型。海王型 SA 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油条，他们呢也有一定的给包的权限，也有自己稳定客户群，那每个月的业绩呢他们是不愁的，所以对一些散客呀、小客呀，他们就不太上心，优先服务于大客户或者自己喜欢的客户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客，那他可能会在你配货配到位的时候，时不时的给你那么一点点的小甜头，拿出一两个还像样的包来哄哄你，让你保持配货的热情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幸你遇到了渣男海王，那可能就是光给你画大饼，一直吊着你的胃口让你配货，却用各种借口不给你好包。那毕竟大饵还要用来钓大鱼，你以为你自己的贡献已经够大了，却不知道你的海王手里多的是大白鲨，在他眼里你可能只是一个小鱼小虾，所以好包总是轮不到你。那第二种呢是成长型 SA， 他们的资历呢是较浅的，甚至呢是新入行的，所以更为的随和一些。因为他们客户少，每个月完成业绩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更珍惜每个愿意配货的客户。但可惜的是呢，他们没有什么拿包的权限，拿好包呢也需要向门店经理申请审批。那什么样的 SA 更适合你呢？其实如果是新入坑或者配货力稍微弱的朋友，我会建议你试一试找成长型 SA， 因为你如果拿包经验和配货的资金不足，就直接跟身经百战的海王战斗，很容易会被引导购买许多的配货，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包。那最惨的是，到头来海王还很可能由于客户太多，而压根儿没记住你这个人和你的包包的需求。但是成长型 SA 就不同了，他们本身的客源是比较少的，迫切希望拓展和维护优质的客户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多露一露脸，配一配货，他们会比海王更容易把你放在心上，并努力为你争取包包。但如果你已经是资深的爱马仕玩家了，就不要选择这类成长型的 SA 了，必须是跟更资深的 SA 才能更好的交流信息，也更有可能拿到稀有款的限量款的包包。那第二个话题是 SA 都是如何委婉的要求配货的呢？相信有不少朋友刚入坑爱马仕的时候都曾经做过一件事儿，那就是走进店里直接问，我想要一个 Birkin 25，你这儿配货是怎么配的呀？而这个问题只会得到同一个回复，那就是我们这里不需要配货，没有配货这个说法。那相信听到这句话呢，很多朋友都会翻一个大白眼儿。确实，爱马仕 SA 不会直接跟你说配货的，因为爱马仕内部的规定，配货二字是敏感的字眼 ，SA 是不能直接说出口的。那据说呢，曾经就有 SA 向客人直接要求配货，然后遭到客户投诉的先例。SA 虽然不说配货，但是字里行间感觉是在暗示你去多买些什么。那比如我听过最多的就是有，现在没有这款包，您看看这边的首饰配件有没有您喜欢的呢？还有就是我去帮您后面查一下，那边呢有一些新到的衣服，您可以先看一看，类似于之类这样的话语。甚至呢有一次我想要一个特别定制的名额，我就跟我的 SA 提了，他也答应帮我争取。
在这之后呢，我又去几次店里，他就总是会恰逢适宜的给我推荐一些珠宝、首饰和衣服，那我自然也就能收尽收。那就这样呢，后来就顺利拿到了特别定制的名额。一切呢都不会摆在台面上去说，都是要让你自己去心领神会和积极配合的。或者呢，你甚至也可以委婉的让 SA 直接给你指路。比如说呢，我想要一个金色的 Birkin 30，不知道其他还应该买些什么，请你给我推荐一下吧。然后他推荐啥，你就照着买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再补充一个小知识点，一些资深的爱马仕买家朋友可能会有感觉，就是每年大概到8月份的时候，你的 SA 会突然给你提供几个不错的包，让你感到受宠若惊。其实呢，这是因为8月份是爱马仕销售全年考核月，那对于所有的 SA 来说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月，他们需要强冲一波业绩。所以如果你的 SA 在8月份突然给你 offer 包包了，还很热情的邀请你来店里看看，那你不妨多买2个包，然后再去店里多配一点货，给他做一个顺水人情，说不定以后他有好包还会想着你呢。那么第3个话题，什么样的 SA 需要避坑？SA 的能力它是参差不齐的，让你配货的手段呢也是五花八门的。为了不让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朋友们还不够了解自己 SA 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觉。从进门店开始，选择 SA 就像交男朋友一样，要多相信自己的直觉。第一眼看着觉得可靠，然后资历和眼缘符合自己预期的，不妨先接触一下，不要一上来就问包，先问他几个关于产品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，看看他对产品和业务的熟悉度，以及他解决你问题的服务态度。如果对方对于专业知识非常不熟悉，态度呢也不太积极，那很有可能他工作的时间并不长，业务也并不灵活，拿包的能力就更让人担忧了，就更没有必要再继续聊下去了。但如果2个人你们沟通的是比较顺畅的，那性格呢也比较投缘，那就先买一点点小配货，然后再开始问包。当天很可能没有包，但是如果 SA 就只跟你说了一句现在没有包，然后既不帮你填写心愿单，也不主动联系你，甚至不多问你的喜好，那很可能你并不是他看对眼的客户，你也没有必要再费心周旋了，不如换一个 SA 更好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更需要提防的是，就是我之前说到的那种渣男海王 SA， 他们为了能够拿到更多的提成，会一直给客人画大饼许承诺，不断的诱使客人去配货。他们呢可以同时承诺好几个客人，但是能优先拿到好包的肯定是配货能力最强的。所以只要你的配货能力不如他人，那他就会一直拖着，等你被拖得要发火了，他们就会适时的丢给你一个甜枣，比如说非人气色的稍微大一点尺寸的 Birkin， 就这样一直吊着一根胡萝卜勾着你继续的配货。那如果遇到这种 SA 呢，真的要及时止损，不要舍不得，否则沉没成本越来越高，最终呢，那也是我们自己吃哑巴亏。那第4个话题，我们来小小八卦一下爱马仕的 SA 这个职业。那很多人呢都觉得，在爱马仕这个全球最顶级的奢侈品牌做销售，那销售额又那么高，那 SA 们岂不是都可以高薪收入了？那我查了一下几个国家的爱马仕 SA 的招聘启事，看到他们的年薪水平呢，基本上是在400万到700万日币这个区间。那这里呢，有人会说，年薪虽然是看着不算高，但是提成总应该是很高吧？令人惊讶的是，爱马仕的提成的百分比甚至要低于 GUCCI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爱马仕的提成呢是销售额的1.25%，提成呢与业绩去挂钩。我所知道的个别爱马仕门店是要求每个月业绩达到约4000万日币左右的，而 BKC 这样的抢手包款的销售额是不被计入提成的，所以我粗略的猜测，那最终到手的提成呢，大概是30万左右。那如此计算下来，一个普通的爱马仕 SA 的年收大约是750万
到1150万日币左右。当然，现在是日币比较低的情况下，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爱马仕的 SA 呢？在我和我的 SA 聊天当中得知呢，爱马仕 SA 普遍是学历非常高的，基本都是从头等院校毕业或者海外留学归来。入职的最低要求呢，基本上是要求母语和英文流利，那甚至很多人呢都是会3门以上语言的。你可以去面试。所以入行的门槛其实还是很高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的 SA 多了一些了解呢？你和你的 SA 又有过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给小马留言，关注小马，我们下期见。